保姆的女儿每次周末放假都住在我家，看在他妈在我家工作了多年的份上，我一直没说什么。直到有一次我回家，发现门密码被改了，门上还贴着一张纸条，蹭住狗禁止入内。我撕下纸条，敲开门问保姆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保姆的女儿坐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没好气道：“你不识字吗？天天蹭我家房子住，你要不要脸？没地方住你就睡大街去啊！最讨厌你这种蹭住狗。”我一脸莫名，保姆立马上前跟我小声解释：“婉宁，不好意思，我女儿不知道我是个保姆，她有点大小姐性子，不喜欢跟外人住一起。对了，你家郊外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以后我女儿周末来这儿住的时候，你就去郊外住吧。”你好，有人非法入室，抢占我的房子，麻烦你们尽快出警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作为别墅的合法拥有者，竟会被人指着鼻子骂蹭住的。关键这套别墅我都住了10几年了。报警后20分钟，一辆警车停在了我家别墅门口，2位民警刚下车，还没来得及询问非法入室的具体情况，保姆刘翠兰就着急忙慌地打开了门。她小跑着来到我面前，脸色发白道：“婉宁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报警了呢？”“你就是沈小姐说的那个非法入室抢占她房子的人？”一听这话，刘翠兰瞬间慌了。“不是，民警同志，都是误会。我是沈小姐的保姆，专门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我女儿学校放假，过来小住2天。刚刚是密码锁坏了，让人来修的时候顺便把密码给换了。不存在什么抢占房子，你们看，我这不第一时间来开门了吗？”“沈小姐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吗？”我正打算开口，刘翠兰突然压低声音，在我耳旁卑微祈求道：“婉宁，浅浅她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不容易，她才刚上大学，正是虚荣心强的时候，再加上她从小缺爱，性格有点偏激。要是知道我只是个保姆，他肯定接受不了。我这样做，就是想让他心里舒坦点儿。你就看在我照顾了你爸妈12年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”听刘翠兰提起我爸妈，我心里确实软了一下。刘翠兰来我家12年了，我妈生前身体不好，一直是她贴身照顾，端茶倒水，无微不至。我妈走的那天，刘翠兰哭得比谁都伤心，跪在病床前拉着我妈的手，说肯定会照顾好婉宁的。那之后，她确实做到了。妈妈走后，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照顾。逢年过节，我给她红包，她总是推辞半天才收下。3个月前，她女儿林浅浅跟我考上了同一所大学。刘翠兰既高兴又忧愁，她欣慰自己的女儿有出息，可又苦恼大学学费太贵，她承担不起。我体谅她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，便提出以后可以承担她女儿大学4年的学费。当时刘翠兰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攥着我的手，一个劲的跟我道谢，说以后一定报答我的恩情。可从上个月开始，情况就变了。那天我回家，突然看到刘翠兰的女儿林浅浅出现在了家里，我一脸不解，刘翠兰却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解释：“婉宁，我女儿周末放假没地方去，我想着好久没见过她了，就让她过来待2天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反正家里房间多，让他们母女团聚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可后来我渐渐感到了不对劲，所谓的待2天变成了每个周末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。每个周五晚上，林浅浅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家，周一早上才离开。最开始，林浅浅只是喜欢在客厅里拍拍照，发发朋友圈，跟同学炫耀她住上了大房子。这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大家都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光彩夺目一点。可让我不理解的是，林浅浅每次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厌恶和嫌弃，就好像我欠了她几百万似的。烦死了！这么豪华的别墅里，怎么总有一股酸味儿？她甚至在我坐沙发上看书的时候，故意捂着鼻子大声抱怨：“刘姨，你这2天抽个时间，把房子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遍吧，好像有什么异味。”好的。我以为她是真的闻到了什么异味，还特意叮嘱刘翠兰把房子好好打扫一遍。结果林浅浅却越来越夸张，要么在我坐过的地方狂喷消毒水，要么在沙发上垫一次性坐垫，让我坐在坐垫上。有几次我甚至看到她直接把我用过的东西丢进垃圾桶。面对我的质问，刘翠兰总在私下讪讪解释：“浅浅也是担心那些东西不干净，会影响你的卫生安全，所以严格注意了些。”对此我也没多想，
毕竟我每天除了上学，还要处理我家公司的一些大小事务，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没精力跟他计较这些。直到今天下午，看到门上贴着的那张纸条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林浅浅这是把我当成蹭住的了。本来我是打算给刘翠兰和林浅浅一个教训，但现在刘翠兰一个劲儿的在我面前苦苦哀求。婉宁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。我今天就跟浅浅说清楚情况，以后再也不让她过来住了。求求你，看在我照顾了你爸妈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看着刘翠兰那一脸卑微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。算了，不追究了。民警离开后，刘翠兰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，连声道谢，态度好得不得了。那天之后，林浅浅确实再也没来过我家。刘翠兰做事也依旧勤快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唯一做得不太好的，就是家里总少东西。今天少一瓶红酒，明天少一套餐具，后天少一套名贵衣服。每次我询问，刘翠兰都有借口和理由。婉宁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瓶红酒我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。婉宁，那套餐具用太久了，我洗的时候发现有裂纹，担心会割到你，就直接扔了。婉宁，那套衣服我拿去店里干洗，结果被洗衣店弄丢了。虽然每次的理由听上去都有点牵强，但看在他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我也没太计较。我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了。直到清明节这天，我祭拜完父母，决定去他们生前住了半辈子的郊外别墅，好好打理一下。那是我爸妈最喜欢的地方，院子里种满了我妈最珍爱的花，屋子里摆满了我爸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。我妈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，那套房子是她和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让我一定好好打理。我万分珍惜那套别墅，即便怕触景伤情，单独住出来以后，我还是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亲自过去打扫，认真擦拭每一件家具，修剪院子里的花草。可这次到达别墅门口后，我愣住了，一向紧闭的别墅家门竟然敞开了。别墅里面隐隐约约还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嘈杂的欢笑声。我立马上前推开虚掩的大门，看清里面的景象后，我彻底傻了眼。别墅客厅里一片狼藉，茶几、沙发、地板上扔满了空酒瓶、零食袋、果皮、瓜壳，价值几百万的真皮沙发被烫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黑洞。我妈生前最爱的波斯地毯上踩满了脚印，还撒了好几滩红酒。墙上挂着的那些纪念品，有的被取下来当道具拍照，有的被摔碎了扔在角落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。这别墅是我爸妈住了半辈子的地方，里面的每一件家具、每一件摆设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。我平时连走路都小心翼翼，生怕磕碰到任何东西，现在却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。我扫视全场，发现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坐着林浅浅，她的身边围满了我们班的大学同学。浅浅姐，你家也太有钱了吧，随便一套郊外的别墅都这么豪华。对啊，我刚刚查了，这墙上随便一幅画都价值好几百万呢。天哪，你妈妈也太有实力了，真不愧是集团总裁啊！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，等你毕业后继承家产，能不能让我们进你家公司混口饭吃？是啊，以后就靠你了。小意思，跟着我混，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差钱了。听到这话，同学们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对着林浅浅疯狂吹捧。就在这时，林浅浅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，她笑脸一沉，趾高气昂地走到我面前。你什么意思？竟然还跟我到了这里？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懵在了原地，现场的同学们也纷纷瞪大了双眼。浅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沈婉宁，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那个蹭住狗，蹭我家市区的房子还不够，现在竟然还想过来蹭我妈特意给我新买的别墅。谁告诉你这是你妈给你新买的房子？当然是我妈亲口说的。你不就是看中我妈是公司女总裁，所以天天住在我家，想在我妈面前找存在感，引起她的注意吗？天天蹭住，故意制造跟我妈单独相处的机会还不够，还想来我的别墅。我告诉你，我妈说了，
他让你住在我家，是看在你去世父母的份上，太可怜，才好心收留你。你别蹬鼻子上脸，妄想抢我的位置。刘翠兰竟然是这么跟林浅浅说的，难怪林浅浅之前对我态度那么差。原来在她的认知里，刘翠兰是住别墅的公司女总裁，而我是刘翠兰收留的可怜孤儿。所以林浅浅一直认为是我天天蹭她家的房子，还妄想抢她这个独生女的地位，真是荒唐。你们知道这个沈婉宁有多不要脸吗？天天赖在我家，赶都赶不走。我特意贴了个纸条，叫他以后不要再蹭我家的房子。结果他气急败坏，反手就报警说我妈欺负他。我妈担心他把事闹大，会影响公司声誉，所以才息事宁人，给我重新买了这一套别墅，让我单独住。我有时候真想不通，我身为我妈的亲生女儿，名副其实的大小姐，我都经常住校，她倒好，竟然一天到晚赖在我家，把我家当成她家，搞得我想穿件自己的衣服，喝我爱喝的红酒，都只能让我妈从市里别墅偷偷拿过来，就是怕她知道了又要说我们欺负她。我活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。我猛地瞪大双眼，难怪这段时间我家别墅里总少东西，原来是刘翠兰偷偷拿过来给她女儿用了。好一个刘翠兰，既然你把我当傻瓜玩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当场拿出手机，拨打了法务部的电话，立刻带人来我爸妈的郊外别墅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能装啊？还你爸妈的别墅？这是我妈给我买的别墅。现场同学也纷纷朝我鄙夷，难怪大家都住校，就他天天事多不住校，我还以为他忙什么正经事儿去了呢，原来是跑到浅浅家抢别人妈妈去了。就是找别人的有钱爸妈，这么不要脸。有些人就是这么贪心，一看到有钱人就想方设法去找存在感，想靠着认干爹干妈来走上人生巅峰。浅浅，你脾气还是太好了，要是有人来抢我爸妈，我非得撕烂他不可。我劝你最好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你妈，这别墅到底是谁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仗着我妈心软善良，又想把她骗过来给自己谋取好处。你这玉佩项链一看就不便宜，应该也是忽悠我妈给你买的吧？话落，他用力一拽，直接把我的项链狠狠扯下。林浅浅的动作又快又猛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项链就到了他手上。把项链还给我！这么紧张，看来这项链花了我妈不少钱啊。我急了，赶紧道：它是我妈给我的，不值钱，但对我很重要，快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！说着，我伸手就去抢夺。这玉佩项链是我妈送给我的礼物，我自幼体弱多病，妈妈便亲手给我刻了这块玉佩，说玉能养人，保佑我健健康康。我万分珍惜这条玉佩项链，从小就随身携带它，它是妈妈留给我的念想，更是我的逆鳞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。你越想要，我就越要毁掉它。不，你干了什么？我顿时感觉心如刀绞，难以呼吸。你就是个畜生！你竟敢推我，给我狠狠教训他！谁教训的最让我满意，我就让我妈奖励他。还敢打浅浅？人家妈妈可是总裁，就你也配？就是你一个蹭住的，能买得起什么玉佩项链？这一看就是你从浅浅妈妈那里忽悠过来的。她扔自己的东西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不要脸，抢别人妈妈就算了，还敢主动推浅浅，真是活腻了。你们会后悔的。现场的人却像听到天大的笑话一般，纷纷仰头大笑。笑死了！浅浅的妈妈可是集团总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们后悔？就是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蹭住的，还敢威胁我们？后悔？我长这么大都还没后悔过，我就等着看你能让我怎么后悔。话音刚落，一辆辆豪车疾驰而来，停在了别墅门口。突如其来的豪华车队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林浅浅等人纷纷停下手头动作，转头朝门口望去。众人注视下，车门齐刷刷打开，一群穿着黑色西装、身姿挺拔的男人鱼贯而出。
他们个个神情严肃，眼神锐利如鹰，快步朝着别墅大门走来。为首的男人穿着一身剪彩得体的深灰色西装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气质沉稳，正是我的法务部总监周成阳。他是我爸最信任的得力助手，也是目前协助我打理公司的重要元老。他身后跟着20多名法务部的员工，还有几名专业的安保人员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文件袋和记录仪，气势磅礴，瞬间将整个别墅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看到这一幕，现场的同学们都呆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浅浅妈妈的杰作呀！浅浅妈妈这么有钱，知道浅浅今天特意带同学来别墅里开派对，可不得搞个郑重的欢迎仪式？有道理啊！这么说来，这些人就是特意来给浅浅撑场面，欢迎咱们的。对，同学们自我分析了一番，随后一个个亢奋了起来，脸上充满了人上人的傲气。请问你们是我妈叫过来的吗？周成阳没有理会林浅浅，他目光快速扫过客厅，当看到倒在地上的我时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沈总，你没事吧？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恭敬，全场彻底僵住，落针可闻。听到这话，刚刚还满脸期待的众人顿时傻了眼，林浅浅也微微一愣，下一秒，她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一样，突然嗤笑出声：“沈总，你们听见了吗？他竟然叫沈总，就他也配叫沈总吗？”你们是不是天天蹭住啊？满脑子女人形容所认错人了，满脑子想着怎么不赖上人家。就是啊，这样的人可跟总字不沾边儿。你们最好查查，可千万别被某人给骗了。胡闹！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沈婉宁，沈总。全场死寂了刹那。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他要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那浅浅的妈妈是谁？就是天天蹭住，也配跟盛世集团的董事长沾上边？该不会以为自己住了几天董事长家就能自称董事长了吧？浅浅作为盛世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都没敢说这种话，她也配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刚刚看你们打扮的人模狗样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。现在我算是知道了，你们就是一群演员。是不是沈婉宁知道自己比不过浅浅，所以急了眼，特意花钱找了你们这些群演来装大佬，想撑场子是吧？只可惜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对他知根知底，你们这伎俩可骗不到我们。说吧，沈婉宁请你们过来演戏，花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，你们也让我过过当董事长的瘾，怎么样？你们就算想演戏，也演得靠谱一点啊！偏偏踢到铁板，来演我妈的身份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盛世集团董事长刘翠兰的女儿吗？刘翠兰，那不是沈总家的保姆吗？保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妈怎么可能是保姆？她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我林浅浅是总裁之女。蠢货！把现场保护好，所有损坏的物品都拍照取证。另外，把这些人都控制起来，不准任何人离开。敢伤沈总，今天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是，周总监。你们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别过来！我妈是刘翠兰，盛世集团的总裁。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是，浅浅可是刘总唯一的女儿，你们敢惹浅浅，就是在跟刘总对着干。说什么？刘阿姨可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你们这群演员别不知好歹。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等刘阿姨来了，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浅浅姐，快给刘阿姨打电话，让她带人过来。妈，你快来别墅，有人在这里闹事，
还说要控制我们，不让我们走。你快带人过来！浅浅，什么情况？你说清楚。就是之前一直赖在咱们家蹭住的那个人啊。他突然出现在别墅，还叫了一群演员来演戏，说什么他是沈总，你是他的保姆。妈，你快来，我好害怕。电话那头听到这话，顿时沉默了。妈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浅浅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先别跟他们起冲突，等我到了再说。好，我等你。你们等着，我妈马上就过来，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演。沈总，要不要叫医生先处理一下？等刘翠兰来了再说。装，继续装，等我妈来了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现场同学们见刘翠兰真的要来，也重新壮起了胆的，纷纷起哄。浅浅姐，等刘阿姨来了，你可得让她好好教训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就是敢擅闯刘阿姨送给你的别墅，虚张声势来吓唬我们，这不明摆着太岁头上动土吗？等刘阿姨来了，非得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总裁的手段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得让你妈看清楚这个沈婉妮的真面目，省得你妈再心软收留她。对，今天过后就让沈婉宁流落街头，我倒要看看你妈妈不收留她，她怎么活。林浅浅咬着牙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放心，今天不管她怎么卖惨求饶威胁，我都不会再让我妈收留她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让我妈好好的收拾他们。收拾我们？就凭刘翠兰一个保姆吗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妈才不是保姆，她住的是价值上亿的大别墅，名下还拥有盛世集团，随手给我买的这套郊外别墅都价值连城。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个保姆？我看就是沈婉宁故意请你们这些演员来诋毁我妈，试图挑拨我跟我妈的感情，好让她趁虚而入，取代我的位置。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这套别墅是沈总父母生前居住的，你说的那套价值上亿的别墅，也是沈总成年以后单独购买的。至于盛世集团，那更是沈总的父母一手创立的，沈总才是真正的总裁。至于刘翠兰，只不过是沈总的住家保姆而已。你放屁！要是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的，那她为什么要天天蹭我家的房子住？这什么逆天智商，我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那房子是我的，我住我自己的房子，算什么蹭住？反倒是你，之前能住在我家，完全是我看在你妈是我家保姆的份上，没跟你计较而已。至于他为什么跟你说他是总裁，为什么让你住我的郊外别墅，你最好问问他自己。你们少在这里一唱一和，动摇我的军心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看到我妈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怕自己争不过我，所以故意想趁她来之前胡言乱语，挑拨离间，好让我对我妈产生隔阂。你就是嫉妒我投胎投得好，成为了首富之女，所以才联合这些人来骗我，你好趁机抢走我的地位。没错，你就是嫉妒浅浅有个这么有钱的妈妈，所以故意雇人来演戏，想破坏浅浅和她妈妈之间的感情。这么低劣的手段，我们才不会上当呢。等刘总来了，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有多可笑了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刘翠兰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看到我和周成阳等人出现在别墅，她的脸色瞬间苍白。刘总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沈婉宁请了一群演员过来演戏，故意在这吓唬人。对，他们说沈婉宁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还说什么这别墅是他的，你只是他的保姆。就是他们还说要控制我们，让我们付出代价。刚刚他们一直在浅浅面前诋毁你，你可千万别轻易放过他们啊！对对对，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演员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总裁。刘翠兰站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扫过客厅里的狼藉。妈，你可算来了！这群人欺负我，你快点叫人把他们抓起来。尤其是他们两个，非说你是保姆，还说咱们家的房子和公司都是他的，就连这个别墅也是他的。你快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
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啊！下一秒，刘翠兰缓缓抬起头，看向我，那双眼睛里写满了恐慌和祈求。婉宁，求求您帮帮我，就帮我圆个谎，在浅浅面前假装我是这房子的主人，您家的房子和公司都是我的，你只是寄宿在我家的可怜人。就这一次，求您了。您也知道，浅浅他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非常不容易。他这人从小要强，要是知道我只是个保姆，肯定会崩溃的。婉宁，看在我照顾了你爸妈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再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我保证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干活，再也不让他来打扰您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低到只有我能听见，可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让我觉得可笑至极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忍不住笑了。刘翠兰，你哪儿来的脸跟我说这种话？婉宁，你小点声。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，我让你继续留在了我家，给你涨工资，承担你女儿的学费，对你们母女百般宽容，一忍再忍。可你呢？不仅让你女儿住在我房子里，让她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让她在我家贴纸条骂我，还让她带人在我爸妈的别墅开派对，打人砸东西。你觉得你们做了这么多恶劣的事情之后，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帮你？婉宁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林浅浅，你是公司老总，就是带她住进我家，告诉她那是你的房子，就是偷我家的东西来给她用，再让她住进我爸妈的别墅，糟蹋着别墅里的东西。刘翠兰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偷窃。刘翠兰彻底慌了，她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来。婉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太想让她有个好的成长环境了。你想让她有个好的成长环境，所以你就拿我的东西去充门面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？他们打了我，还扔了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刘翠兰，事到如今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帮你？婉宁，我可以赔。赔？那块玉佩是我妈的遗物，你拿什么赔？刘翠兰彻底说不出话了。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妈，他是不是又在卖惨？求你放他一马。刘翠兰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妈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是挑拨离间了，还是又威胁你了？你别怕他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他要是敢威胁你，我们就报警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蹭住狗还能翻天不成？浅浅，你别说了。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说了？难道你真的被他吓到了？你快别说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是哪样？难不成还真像他说的那样，你是他保姆不成？这么荒唐的话，也就是这种蹭住狗说得出来。妈，你快打他们的脸，快大声告诉我们，这些别墅还有公司到底是谁的？对呀，刘阿姨，你快表明身份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蹭吃蹭喝的人，加一群演员，也敢在你的地盘装模作样，你快教训他们！对，浅浅姐还等着你为她出头呢。妈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他们说的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？沈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，她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市中心的那套房子是她的，这栋别墅也是她的，我只是她的保姆。刘翠兰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林浅浅的心上。你说什么？妈，你再说一遍。浅浅，对不起，
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就是太在乎你了，我怕你知道我是个保姆，会觉得丢人，所以我才……你别说了！所以，你真的一直在骗我？你跟我说你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说你住着大别墅都是假的吗？你真的就是一个保姆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保姆？浅浅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知道我跟我同学怎么说的吗？我说我妈是总裁，是富豪，是成功人士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同学？你让我以后怎么在他们面前抬起头来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这么没用？你毁了我的人生！同学们则站在一旁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够了！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你们要吵要闹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但现在有几件事必须说清楚。第一，你未经我的允许，擅自把我的别墅提供给他人使用，造成别墅内的家具和物品多处损坏，这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。第二，你擅自拿走我家中多处贵重物品，包括我收藏的红酒、我的衣服、包包、家具、家电，这涉及到盗窃。第三，你隐瞒真实身份，以我的资产为幌子欺骗你女儿，还纵容她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殴打，这事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话刚说完，他双腿一软，当场瘫软了下来。婉宁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。林浅浅站在一旁，看着在地上的刘翠兰，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有屈辱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心虚。现场同学们更是一个个缩在墙角，刚才还叫嚣着要让我好看的那些人，此刻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。沈总，这是刚才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，所有损坏的物品都已经拍照取证，包括您身上的伤也已经记录在案。你起来吧。婉宁，你愿意原谅我了？原谅？不，我只是让你起来说话。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，那是警察的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因为你在我家工作多年，给你任何特殊待遇。刘翠兰的脸色彻底灰败了，她瘫坐在地上，像一堆烂泥。林浅浅看着这一幕，终于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。那个，沈婉宁，今天的事是个误会。我不知道这房子是你的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我是蹭住的，所以就可以随便打人，随便摔人家的东西？我已经报了警，警察应该很快就到。你打人、损坏他人财产的事，我势必会追究到底。林浅浅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她转身看向刘翠兰，带着哭腔喊：“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不是说你会保护我，会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吗？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”浅浅，我连自己都保不住了，还怎么保护你？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警笛声，2个民警走了进来。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，从刘翠兰未经允许使用我的别墅，到林浅浅带人闯入、打人、损坏财物，全都说清楚。警察同志，这些人当众对我进行诽谤，还弄脏了我的别墅，毁坏了我的家具，喝光了我收藏的酒，毁坏了我母亲的遗物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不接受任何调解，请你们严肃处理。民警点了点头，迅速将参与到这件事的人全部带去警局问询调查。临走前还叮嘱我把所有损坏物品的价值证明，类似购买发票之类的东西，以及我的伤情报告全部带到警局。我去医院处理伤口，开好报告后，便带上所有的资料去往了警局。警局内原本气焰嚣张的同学们，此刻全都愁眉不展。之前他们对林浅浅百般讨好，完全是因为刘翠兰盛世集团总裁的身份，以为林浅浅是盛世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所以各种攀附。可现在他们以为的集团继承人，原来只是个保姆的女儿，而我这个被他们欺辱的人，
却成了他们最该讨好的存在，这让他们跟吃了一口苍蝇一样，恶心又难受。一个个看向林浅浅的眼神，凶狠的仿佛能吃人。林浅浅这会儿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，她受到了此生最大的打击，不单单是要面对巨额赔偿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今天口口声声说最痛恨蹭住狗，结果闹了半天，她自己才是那个蹭住的。这个事实，她无法接受。警察拿着我带来的资料一一核对，最后清算出林浅浅等人光是在别墅里喝的酒，都需要赔偿数十万，加上那些被他们弄坏的沙发、地毯和藏品，总共2000万。一听到这数字，众人纷纷骇然变色。2000万，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，他们赔不起，只能耍赖。我说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跟我计较这点钱干嘛？就是，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说开了就行了。你犯不着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吧？是啊，不就喝光了你收藏柜里的酒，搞坏了你的沙发地毯吗？你都是总裁了，不会这么小气，还跟我们计较这点钱吧？对啊，看你现在这样，身上的伤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别斤斤计较了。他们一个个说得理直气壮，仿佛2000万对他们来说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，又或者说，他们觉得我有钱就该当一个冤大头，吃下这个亏。你们喝酒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要我别跟你们计较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有本事闹，没本事赔？见我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，他们慌了，不敢再与我叫板，而是统一将矛头指向了林浅浅。都是你，没有搞清楚情况就胡说八道。就是，明明你妈只是个保姆，还装什么大总裁？自己才是蹭住的，还骂别人，牵连了我们。连自己的学费都是人家沈婉宁掏的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就是盛世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？你要脸吗？害得我们为了讨好你，惹得一身骚。这些钱你自己赔，跟我们无关。没错，要不是你邀请我们去别墅里玩，我们怎么会惹上事儿？这2000万你一个人承担，休想让我们给你摊钱。你们这群人还有脸说我？要不是你们自己想要攀附权贵，一直怂恿起哄，我会做到这一步吗？以为我是总裁之女的时候对我百般讨好，恨不得给我舔鞋，现在出事了就一个个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就你们这德行，一个都别想跑！都住手！这里是警局。一通争执过后，这一群人又开始为自己狡辩，都说自己没喝什么酒，全部都是别人喝的，更没有动手。后来警察拿出我别墅里的监控，在高清摄像头的监控之下，他们才闭了嘴，哑口无言。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进行赔偿。至于林浅浅，整个行动他最积极，他身上背的债务自然最多。面对这巨额索赔，林浅浅束手无策，只能将目光对准刘翠兰。妈，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，你必须得想办法解决啊！婉宁，咱们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？求求你，看在我照顾你们一家人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别计较了吧。给你面子？刘翠兰，你照顾我们一家人多年，我们已经用多年的高薪工资回报了你。你觉得你在我这儿还有面子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还有心情为别人求情，不如想想怎么自保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开始到处筹钱赔偿。有些同学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家长，挨了一顿毒打，才凑齐钱偿还债务。那些赔不起的，则乖乖领了刑罚，为自己的贪婪和嚣张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刘翠兰因为盗窃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、非法侵入住宅罪，数罪并罚，被依法处置。林浅浅因为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，也被判了刑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彻底懂了，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你退一步，别人就会跟你退一步。有些人，你越是包容，他就越是得寸进尺；你越是心软，他就越是敢骑到你头上。你的善良必须要带点锋芒，不然只会被人当成软柿子捏得粉碎。